看着这重伤的弟子，齐元老道顿时懊悔不已，连忙拿出一堆药瓶，一时之间却不知道该用哪个合适。李长寿睁开双眼，双目无神。师父。哎，师父在这儿，你有话就说啊。我没事。李长寿哑着嗓子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师父，弟子此前将您迷昏，这不碍事，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为师如何不懂啊？齐元老道坐在床边，抬手握住了李长寿的手腕，小心翼翼地探查。霎时间，老道面色也是一变。大弟子体内的仙力比自己要精纯清澈许多，这确实是元仙境的仙力不假。但是此刻，这些仙力在齐元老道的感知中却是十分的微薄。李长寿此刻体内气息无比的凌乱，心脉躁杂如擂鼓，细细查看，竟然如同奏乐敲鼓一般，很有节奏感。李长寿努力地微笑着，师父，弟子没事，师父不必担心。齐元目光中满是愧疚。是为师无能，不能护持你和灵娥，还让你跟灵娥如此劳心劳力。弟子迷晕师父在先，不然师父定能……这算不得什么，为师不怪你。师父，空口无凭，弟子心底当真是愧疚难当。为师，对，为师发誓，此次绝对不会怪你。师父，您对什么发誓？自然是对大道。师父，不念感念明示咒，大道是不会有感应的。好，师父这就……齐元老道愣了一下，看着床榻之上的李长寿，后者半垂双目，气息奄奄，又虚弱地咳嗽了2声。这老道看了眼草屋门外躲着的灵娥，先时也在小雄峰周遭转了半圈，立刻回过神来。齐元冷然道：长寿，你那归西平气诀似乎不只是可以掩藏修为啊。师父，弟子……门外突然传出来一声在极力忍耐之后总归是没有忍住的笑声。齐元老道额头挂满黑线，李长寿咳了一声，默默地坐起来，对着师父露出了真诚的笑容。师父，弟子真的没事。你这混账！齐元端起拂尘就打，李长寿夺路而逃，却在门口被小师妹一个恶猫扑击给抱住了。师兄，别怪师妹心狠啦。灵娥笑眯了眼，对着屋内忙喊：师父，我抓到师兄了，这些事儿都是师兄逼我做的。我本来都说师父您外出杀敌也能尽一份身为渡仙门炼气师的责任，是师兄说您出去只会上头跟人拼命，不懂讲究策略。李长寿瞪脸灵娥，齐元在后面以势冲到，举着拂尘大喝一声，就对着李长寿的屁股抽去。若真想跑，李长寿自然能够一溜烟就走了，此时啊，也不过是给师父一个台阶，让师父撒撒火气罢了。就听得啪啪几声，那熟悉的部位再次有着熟悉的红肿。哎呀，李长寿也着实不容易啊！师父拿着拂尘抽打的时候，他极力地压制自己体内的仙力对师父的反击，免得将师父震出一点什么事儿来。片刻之后，李长寿和灵娥整整齐齐地跪在师父面前，齐元坐在圈椅中，皱着眉头听着李长寿侃侃而谈。从最初的恼怒到后来的疑惑，再到此时的恍然，齐元老道的表情
历经了一系列的变化。等李长寿一大段话说完，齐元老道喃喃道：是这么个道理。一时之间总觉得哪儿有些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师父，确实如此。李长寿和灵娥齐齐点头。齐元面露思索，一旁的灵娥悄悄地撇了撇嘴，却是完全明白，遇到这种情形绝对不能给师兄开口的机会，不然师兄当真是能够将黑说成黄，将粉说成是青。明明就是他们偷袭了师父，此时师父却已经是觉得他自己就该被昏迷过去，这样才能避免大战时己方战阵出现缺口，造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场景。有道理啊。齐元老道叹了一口气，很快就依照李长寿所言，驾云飞往百凡殿。他身为小琼峰的峰主，怎么着也要露个面，问问有什么能做的。师父刚走，灵娥就感受到了侧旁有一阵寒意袭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师兄，师妹啊。李长寿的笑容十分和善而且温柔。翅膀硬了吗？啊？灵娥缩了缩脖子，嘻嘻笑着，低声道：还不是师兄您教的，死2个总不如死1个。师兄，我错了。哦。李长寿扶着屁股慢慢站起来，仙力流转，将师父刚才打出来的皮外伤化掉。师兄，要不要帮你敷药药？敷药药。免了吧。李长寿刚想捉弄报复一下灵娥，心底却又有些心血来潮，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右手缩在袖子中，掐指推算，李长寿的眉头越皱越深。这一次倒不是九巫师伯又出事儿了，自己也没有再给九巫师伯那些小玩意儿。似乎是没什么来由的，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就泛起了少许的警兆。他看了眼师妹：灵娥，你先去外面玩，我想打坐想一些事。灵娥也看出了师兄似乎有正事，虽然对玩这个字有些不满，但还是乖巧地应了一声，迅速离开了李长寿的草屋。开启周遭阵法，李长寿在蒲团上盘腿坐下，心底开始不断的感应推演。出事儿了，南海神教那边出事儿了，自己一座神像被人给砸了。李长寿先是一喜，毕竟如此一来，自己那1600多座神像就能够成功减一。但是随后他却是完全笑不出来。拜祭自己村寨的小庙中，2伙凡人正在持刀乱砍，鲜血乱溅。这是教派之争，李长寿此前就已经感应到过，没想到事情会愈演愈烈，闹得如此大。已经有凡人开始为南海海神抛头颅洒热血了。可是李长寿很快就发现，一缕淡黑色的气息缠绕在了自己的元神周遭，最后绑在了他的手腕上。这似乎是业障。李长寿连忙将自己一直隐藏起来的香火功德取出来一缕，靠近这黑气，两者相互缠绕，随后便渐渐消失不见。功德业障相抵，这算是什么事儿啊？李长寿坐在那儿有些哭笑不得，很快就开始仔细思索。香火功德其实是来自于庇护与教化凡人。南海神教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一小片区域的村寨团结互助，对天地稳定有些微的增益。再加上各处祭拜的香火不停，这等同于天道认可了他这个野神，这就是强拜强给。此时这业障
则是因为教派之争，导致凡人厮杀、死伤流血的一部分因果，就化作业障寻到了李长寿。此事必须要解决了。李长寿坐在那儿陷入思索，他现如今由指道人勉强算作入门版的身外化身，只要借助一些御空遁地的法宝，也可以节省先例，赶到南海之滨。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能搞垮自己的南海神教呢？这一点香火功德其实还不如去天庭混功德，那功德纯粹且舒心，不像是这般随时还有被西方教清算的危险。仔细想想，身为被供奉的野神，却一心想着把自己的神教给搞垮，这差不多也是独一份了。必须缜密安排。李长寿轻轻呼了一口气，坐在那儿开始仔细地思索起来。那个一门心思敛财的熊寨，当真是要好好的吓一吓他们了。几天后，破天风，刚睡醒的九九站在推开的木门前，连续掐了几个法诀，外面的阵法光壁却是毫无反应。九五扭头看了看屋内，屋内因为被四师姐收拾得太过干净，他也有些不太适应。这真是我的小窝吗？九九师叔秀眉一皱，发现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简单。金鳌岛上，汉芷，你这般下去也不是个事。敖乙看着面容憔悴的少女，轻声道：不如我陪你去四处走走，东海的景你若是觉得看厌了，咱们去西海，去南海逛逛，四海各处都有不错的美景，你这般消沉下去当真是不行的。唉，汉芷苦笑着，我师父亲，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元泽师兄转世之后必然也可修行，妖又如何，只是缺了些气运福缘罢了，也可化形继续追寻大道。而且你想想看，敖乙沉吟一声，眼珠子一转，元泽师兄转世之后必是许久说不得话，那他岂不是招不来祸端了？汉芷眨眨眼，恍然道：倒也真是这般。随着敖乙不断的劝说，汉芷的心情也渐渐回转了一些。他轻叹了一声，柔声道：那咱们外出走走吧，我也想散散心。多谢师叔，您一直陪着汉芷。应该的。敖乙露出几分微笑：我定会替你师父好好照顾你的。不多时，两道人影飞出金鳌岛，随便选了一个方向，慢慢的逛了出去。五师兄给我设下的阵法，怎么不灵了？跨坐在大葫芦上，九九捂着额头，嘴里嚼着弹性十足不粘牙、回灵固元增精神的灵丹豆。飘飘忽忽之间，已经抵达了小琼峰上空。九九现在有点小晕，自己住处的防护阵法也不知道在闹什么脾气，耍什么威风，突然就打不开了。九九尝试几次无果，自然不能惯着他。他身为一名真仙境大后期的炼气师，虽然不通阵法之道，却有自己独特的破阵之法。以仙力护体，平头相撞，顷刻破之。随后九九就凭自己在小雄峰常年劳作打苦工的经验，将屋子下方埋藏的阵基稍微修了修。于是阁楼原本的阵法，那几层防护阵、隔绝阵、隔音阵、聚灵阵，现在没一个能用的了。九九禁不住一手扶额，阵法、丹道、炼气这三样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想找人帮帮忙搞搞阵法，却发现大师姐、二师兄随师傅外出了，凭当日留下的那些尸身探查敌人的底细。三师姐去陪他的道侣，八师兄也去陪他的道侣，在忙着给其他峰战死的同门打理身后事。跟自己最亲近的四师姐和五师兄也与百饭店长老一同外出，采买填补护山大阵阵基的宝材。六师姐和七师兄
正在闭关，相互为对方疗伤。据说他们还有某种可以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玄妙功法。念及于此，九九一阵偷笑，坐在大葫芦上进了小琼峰的阵法，向着下方飘然而去。他今天过来可不是单纯为了找酒，而是有正事要做，找李长寿帮忙搞定自己阁楼外围的阵法。九九总结了一下自己修理阵法失败的经验，应该就是缺了李长寿在旁边絮絮叨叨的。进了小琼峰外围的隔绝大阵，九九不由得露出了惬意的微笑。小琼峰像是完全没有经历之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一如既往的安静祥和，又透着少许有趣的调调。九九没去打扰修行的灵娥，径直朝着丹房飞去，前方阵法自行关闭。他在半路发现丹房附近的林子莫名就秃了几片，新增了几处水池。在搞风水？九九眨眨眼并未多管。李长寿自然早就发现了九九，他站在丹房前，暗中将自己昨日刚派出去的指导人南海事务一次性解决大队暂时停在东胜神州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的地下，留一缕心神在那儿监察各处。大部分的心神回归本体，对着空中飞来的小师叔露出了少许微笑。片刻之后，九九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抬手理了一下自己耳旁的发梢。能不能帮我一次，有报酬的那种？小师叔，你有需要，我自然会全力相助，报酬就不用提了。这一次山门遭劫，也让我想明白了许多，以后师叔如果没了酒喝，就来这拿便是。